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中国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印度要仿着这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呢建立火箭军要把自己的这个战略导弹部队还有这个相关的导弹融合起来，也要向这些大国学习，要争做世界的军事大国。其实这些话呢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就这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而言确实都有这种就是洲际导弹或者是这个远程的弹道导弹的部队其实呢，它也不都是火箭军，只有中国叫火箭军。我们说美国它的陆基的导弹主要是民兵3型的，民兵3型的这个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万多公里的，而且呢，它是多弹头的起码是有3个弹头当然也有单弹头的。它是归到美国的空军来管理的，所以呢，它的这个陆基的导弹战略导弹是归空军管理的，它没有这个火箭军这么一个部队。那么俄罗斯呢，它叫战略火箭部队或者叫战略导弹部队，它也不叫火箭军，但是呢，他掌握的这个战略导弹呢，那确实是多样化的，比如说雅尔斯最新要部署的萨尔马特呀，还有以前的白杨 M 这个呢都是他的这个战略导弹部队管理的。那么这些导弹的性能也非常的优异就是起码打到8000公里以上，6个弹头多弹头变轨这些不管是液体的就是萨尔马特呀，或者是雅尔斯固体燃料的它都有，所以它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名称也不一样。我们中国呢叫火箭军，但是以前也不叫火箭军，叫第2炮兵，是吧？后来改成了火箭军。我们呢，实际上从这个国旗阅兵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液体燃料的就是东风5B这样的这个洲际导弹，那肯定能够达到8000公里以上，甚至上万公里。你看它那个前面一看也知道肯定是多弹头的。那么后来呢，东风41一看就是固体燃料的车载的，那么这个射程呢也一定能够达到8000公里以上，也是多弹头的。所以呢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呢都有这样的就是远程的战略导弹。而现在印度之所以要成立这个火箭部队或者火箭军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想把自己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军事大国。你什么叫世界性的军事大国呢？他认为美国、俄罗斯、中国就是属于这样的，所以呢，我要就是照着他们的样子去做，要去学。但是实际上呢，你假设印度现在成立了火箭军，但是你关键是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印度最好的这个战略导弹应该说是烈火5。那么烈火5呢，最近进行了一次夜间的发射，而且呢，据印度的媒体说已经把这个钢铁这种火箭的这个材料呢，已经采用了复合的材料。那么起到了什么效果呢？就是烈火5呢，开始的时候射程大概是5400公里大家注意这个射程因为根据美国和俄罗斯的中导条约，也就是中短程弹道导弹条约，这个中程的导弹的射程应该是在1000公里到5500公里，这叫中程的弹道导弹。因为中短程它主要指的是这个就是500公里以上到1000公里短程，然后是这个500公里到5500公里这个距离的叫中程的。那么起码你得超过5500公里，你才能够算远程的，达到8000公里以上，你才能够算，比如说甚至是1万公里才算成洲际导弹。那你印度现在烈火5型是它最好的导弹那按照现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射程应该是在5400公里。那他说改了材料，可能能增加2000公里，就算你7000公里，你也还不够8000公里。也就是说，你作为洲际弹道导弹，你还不够格，就是你还没有这个能力首先是咱们讲一个能力。那其次呢，就是弹头。你现在试验的呢，基本上还是单弹头的，而其他国家基本上都保持多弹头，因为你这样突防性才强你起码3个弹头以上所以我们看
就是印度呢，虽然就是他要成立这样一支部队，但是事实上呢，就他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如果他成立的是为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为了就是要向大的这些军事强国或者是大国去学习。还有一个呀，实际上他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队呢，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战略导弹和相关的导弹呢，就是融合起来。那么如果融合起来之后呢，那这个他从导弹呢，就是这个部队整个的人员要训练吧，你装备要更新吧，你装备要维修吧，装备要升级吧，装备要保养吧，就整个这一套保障的设施、训练的设施使用的时候，都可以大大的节省经费，提高效率。所以呢，这样也有利于他将来就是这支部队的使用。所以我看呢，就是印度现在要成立火箭军，实际上呢，就是一是要把自己将来变成一个军事打仗的大国，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提高它的导弹部队的消费比、使用的效率。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